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詹委员，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一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哥陈柏惟，大家好，三友。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到这个礼拜六，6月7号，大概全国观众朋友大部分人大概都知道，就为什么要讲6月7号呢？因为如果是国民党要罢掉民进党的委员的话，大家讲那众所瞩目的这2席，包括吴思瑶、吴沛忆这2席，截止日是在6月7号，所以呢，国民党能不能够攻得下？好吧，这个在庄小平口中是即墨跟莒城这2座，能不能够真的下得了这2城？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困难嘛。吴思瑶那一地方连领衔人到现在千呼万唤还是找不到，好不好？那对吴沛忆这一席来讲的话，那个差距连署数的差距似乎还有一段距离。那但对国民党来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31席左右，好，那是不是还是要补件？这另外一回事。当31席国民党的委员在接下来3阶，这仗又该怎么打？好，那这所有一些事情都是大家在讨论。不过一开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包括朱立伦、包括黄昌，对于这些罢免或各方面，当然有他们的一些想法，让你看一下。来，我们用一个区域联防的方式啊，以新北市为例，当然就侯市长领军带领我们这6席的立法委员；以台北市为例子，就是万安市长带领。如果被民进党用这样的方式，那就是造成全世界民主最大的一个羞辱，最大的一个笑话。所以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力拼到底。站出来，联署罢免吴思瑶，还给柯文哲一个公道。我们更看到了民进党怎么动用司法检调。你只要敢出来罢免民进党的立委，我就给你好看。检调人员会在你一大早醒来的时候站在你的床边。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国家？来，医生，是我们分2个部分。第一个，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是不是能够攻得下？包括吴思瑶跟吴沛忆这2个地方，各自有各自的困难。尤其像譬如说在吴思瑶那一区，连领衔人到现在张克健找不到。对，昨天我在节目上有讲说，我看媒体的资料上面有看到，因为张克健会推出，是因为他看到。他王母的一个冒名的那些联署签名嘛，他也说不管哪一个阵营都不应该有这些，因为他是学教育的，对，他就说是我讲出来这些。其实这个讯息，今天赖以任对媒体访问也证实，他也看到了这些，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活生生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对媒体的报道啊，昨天所谓五哥引述着叫做媒体的报道，而媒体就是这间媒体啦。媒体说张克进的态度转变，主要是检调侦办过程，拿出张已故母亲被以不同笔迹连署2份连署书2份，然后提出伪造文书的质疑，张克进才觉得说，连我的母亲的往生者的母亲都被连署进去，他才心生不满嘛。他本来写了4张 A4 纸是要骂你朱立伦的。说真的，如果是我的母亲被这样人家用来伪造文书，我直接拍桌子，我直接去跟你朱立伦告到底了。何况是 A4 纸4张，那为什么昨天五哥特别被疯传？我们面对面的节目这段谈论。特别被疯传，因为五哥叫做信任度最高的主持人嘛，五哥讲的话一定没错，所以大家都不断的去传播五哥昨天讲的媒体的相关的一个报道嘛，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一定是真的嘛？而且赖以任自己都承认，检调就有拿出这2份的这个伪造文书的往生者的联署给赖以任看。今天媒体上面报道的这一段，我不去讲媒体报道的，因为赖以任不是去接受广播的采访，如果你看媒体上报道那一段，那个过程你会感觉到，他媒体是这样讲的：检调给他看这2份联署书，然后不同笔迹同一个人，然后就问他你认不认识这个人，他当然不认识，是，然后就跟他说这是张克进的母亲，已经过世的。他说他看了也很冲击，那更何况是张克进？对，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谁如果看到那样的东西，大概都会吓到吧。
对，所以张克进不当这个领衔人是情有可原，而且是应该的嘛？怎么可能我的母亲被人家伪造文书之后，我还帮我这个母亲去做这个领衔人，把他的案子送进去呢？这个张克进，所以从一开始他不当这个领衔人，大家就知道这个原因，到今天才被说出来嘛。这也是为什么张克进不当这个领衔人的很重要原因。所以张克进不当这个领衔人之后，那你之后这些所谓的二阶段联署应该就停下来才对啊，因为领衔人的母亲都被这样对待了，而且赖任你也知道张克进的母亲被这样对待，你为什么还要进行二阶段的联署？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明知道张克进不可能当领衔人，他是说我们这些二阶段的联署书，我们不应该由张克进领衔人送出去，而应该是所有的领衔人就可以送了嘛。这些联署人要送就可以送了。我要说了，你要怪就去怪刚才讲话的黄国昌。2016年本来规定是有3个领衔人的，主要如果张克进不当领衔人，你至少还有2位备位领衔人可以送嘛。谁改成1位领衔人的？就是黄国昌去修了这相关的法律。黄国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就是蹭赖以任的声量。不要忘记了这几个黄国昌蹭赖以任，哎，没错，不要觉得黄国昌跟柯文哲一样是声量的动物。这1个月里面以来，都是霸团跟所谓的国民党之间的一个的流量嘛，一些冲突嘛，一些对话嘛，没有民众党的角色，所以黄国昌必须在最后1个礼拜的时间，我必须去收割整个的成果。但是他没想到张克进根本不愿意去当这个领衔人，所以他昨天还请了张克进说：“你要放下小我啊！”为什么张克进就是小我？为什么柯文哲的司法官司，柯文哲还他公道就叫大我？柯妈妈比较大吗？张妈妈比较小吗？黄国昌，你说清楚讲明白，为什么张克进的妈妈被这样伪造文书？你不帮他讲一句话，你只关心柯文哲，关心柯妈妈，难道张妈妈的事情你难道就不管了吗？这个就叫双标哦。所以黄国昌的道理，包含他现在没办法送出去这些联署书，也因为是黄国昌当初的修法所导致而成的，所以黄国昌现在出来都是在收割整个的罢免的成果，收割这个仇恨赖清德的一个成果哦。那另外一个案叫做吴沛憶，讲到吴沛憶就要讲到说国民党连伪造文书作弊都还不检查。刚才讲到2份的联署书，你联署就1份就好了。如果有重复联署，我们的公民罢团都会把它筛选出来。更何况你是用抄的，你连用抄的都不检查，抄了2份的同一个名字、同一个住址，张克进的母亲你都不检查，甚至什么都不检查到什么地步？有些143份的联署书，这些联署书，他的罢免人被罢免人竟然不是吴思瑶。你的这个案子叫做罢免吴思瑶的案子，你送到中选会，竟然有143份，他跟被罢免人的姓名不符，就是不是罢免吴思瑶，那到底是罢免谁的？如果以这样的推论，我们可以推论，就是他们4党部同时作业的时候，罢免吴思瑶的跟罢免吴沛憶的搞混了，结果把143份罢免吴沛憶的直接送出去。我的正常推论是这样子啊，因为党部同时在抄的时候，有在抄吴思瑶，也有抄吴沛憶的嘛。但是我要讲的说，国民党怎么沦落自私、抄袭、伪造文书就算了，你连这样基本的行政检查你都不去检查，导致最后你被判定叫做伪造文书，那难道是中选会或地方选委会的错吗？因为这个错误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所以整个包含在吴沛憶的问题里面，吴沛憶现在还差14000份，14000份，我以马文君为例。公民罢团要求补件1700份，他们希望能够签到2500份，2500份，10天的补件时间，全国的罢团就好像马文君说，这个都是福寿螺，全部挤到南投去，每天10几个摊位在那摆，你知道签到多少份吗？到昨天签出了刚好2500份出来了，今天送件了。10天这么多的人力，这么多的志工才签出2500份，你说剩下这1万份，
这个李孝亮只剩下不到5天的时间，到6月7号的这个时间，你觉得这1万份签得出来吗？签不出来，当然开始推责任，竟然把责任推到我的好兄弟钟小平身上了。说钟小平啊，你为什么只交了1000多份啊？你不是当初罢免 Freddy 有1万多份吗？这叶元之说的、为什么1万多份，你现在连1000多份只交了1000多份，剩下的人为什么签不出来？我们都听过钟小平讲过非常难签，他一户一户拜访，我相信他是当初罢免 Freddy 林长佐的这些资料，他一户一户去罢免嘛，叫精准的拜访嘛，否则中正万华这么多的选民，精准的拜访的情况下，不到1成的人愿意去联署，所以才联署出1000多份嘛。他还是当地议员里面签署最多的，其他议员都没有他多，还有人没有缴。你们现在李孝亮跟叶元之还怪到钟小平为什么没有把这1万多份签出来？是不是你也要钟小平学习你们国民党，学习赖以任，把这些过去的1万多份再用抄袭的方式送出去，这样子变成钟小平有罪了。所以钟小平实实在在的联署了1000多份送给李孝亮，李孝亮或者是国民党中央，你们罢免吴沛憶没有办法达到联署数，是你们这一次的罢免本来就没有正当性，大家不愿意出来签，中间还有一堆的这些法律问题，大家不愿意签的情况下，才导致现在罢双5的情况下，可能都要2败俱伤。我现在对你们来讲的话，这2个席次就先不要讲其他，因为本来是挂15个嘛，但是原民那2席是5月31号，但连件都没有送，那个就不要讲。其他最晚一个到6月24号是宜兰的陈俊宇，但中间过程看起来大家根本就不再讨论那些了。国民党的重心也一直摆在双5这2席，可是现在看起来，吴思瑶那连领衔人都面临到这样一些的问题，吴沛憶这个地方那个份数还差这么多。所以你们现在这怎么样看待这？而中间更不要讲那些光怪陆离的一些事，到底该怎么办？我想这个现在比较国民党自己支持比较关注的，还跟新闻媒体比较关注的是罢免吴思瑶跟吴沛憶这2区哈。那先讲吴沛憶那区，以目前而言差了1万多份哦。那在这礼拜6如果要这个凑齐，有相当的难度。好，但有相当难度不代表说国民党这个时候就要放弃了，包含李秀亮，然后包含这个小平哥昨天不也送了1000多份嘛，这个也算是就挹注了一部分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就这样，你一定是要打到最后1分最后1秒。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就这样，你一定是要打到最后1分最后1秒。如果现在就有这样子开始溃败，开始觉得说我连不到就放弃了，那其实自己的选民也会跟着一起，那个信心也会溃散哦。但回到这个吴思瑶这部分啊，以联署书来说啊，今天早上赖以任有对外公开，大家说还差5、6千份嘛，但应该就5000多，还不到6000，到5、6千份啊。那下午有个好消息嘛，这个张思刚我们好朋友张思刚议员。然后这个第2阶段联署4513份，他今天下午交到这个赖以的那个吴思瑶总部这边哦。换句话说，我们在第2阶段罢免吴思瑶联署，可能大概就差了1500多份。可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联署份数啊，它是在领衔人的问题。我觉得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领衔人他可不可以被更换，然后跟赖以任他现在打的这个所谓行政诉讼暂时处分到底能不能成立？法律上的关系是这样一回事，但以我的观点来说，赖以任他并不是党中央直接指派下去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身为一个也算政坛新人哈，他其实他现在做这些所谓的策略跟这些所谓空战跟这个策略的部分，已经接近一个政党应该去进行规模。你说一个素人知道要去打行政官司吗？好，那这部分会不会打赢不知道，但是他就去做这个事情。领衔人能不能更换？以目前而言，如果法院最后是判说不能的话，按照原本中选会的方式的话，当然是换不了。但问题是换不了前提之下，我们至少份数要达标啊，至少让大家觉得说，的确我们有一股民意是要罢免吴思瑶的，而2阶也可以达标。但的确因为领衔人没办法，张坤自己也是一开始也是我们的战友。他有他的个人情感，我们尊重；他有他自己的家族的这样子一个因素，然后他要去退领衔人。老实讲，这个是我觉得是情理上大家能理解的。好，当然政治上大家还希望他能回来，但不回来的话，其实如果真的因此导致吴思瑶没办法继续下去的话，我觉得当然大家会觉得可惜，但至少那个士气在2阶达标，它可能变成唯一达标的地方，会巩固这个事情，然后让大家愿意在下一次不是再一次罢免吴思瑶，而是接下来在
罢免就是反罢免国民党立委这场战役之后，维持士气，然后再准备再冲一波这样子。OK， 委员刚讲的这一段，建议，如果要是刚才讲委员讲的一段，那一段对国民党来讲是不是很重要？我人数是够哦，我的联署书够哦，我就是有这么多人要罢，但是为什么不行？因为中选会不让我过。因为我这送出去，中选会不知道，因为我的领先人他不让我换，你不要我不跟你讲法律，但是我就是送你不让我过。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好歹那委员刚刚讲到，我有一席是过了嘛，那只是你们不让我换领先人，好，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过？联署很难呢？吴佩那个地方为什么联署很难？郭昭言也讲，对，你知道吗？这民众会怕，只是大家不像黄国昌讲的这么直接。你只要敢罢他，第二天剪掉就会，对，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出来，站在你的床头上这样看着你，这个词出来以后，会不会真的有很多人就叫原来有这么恐怖？民进党真的这样干了吗？我首先要先回答委员的一件事情，赖以任是不是素人？来我们看一下，花莲王在场巡场骂的椅子摆得这么近，怎么做？做给我看，官价值很大，不愧是花莲王。赖以任他本身之前是在傅昆萁办公室当助理还是秘书还是主任，我不知道。那据了解起来，他自称他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个幕僚，再加上常常花钱请媒体吃饭，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清楚。很少有助理会自掏腰包请媒体吃饭，这在政治界真的是少看。所以他是素人吗？我不认为。第二个，看一下他的这个。可能是他的脸书回文，还是赖的那个脆的回文。你已经很棒了，能力这么平庸，哈哈哈哈！赖以任说：“我这么平庸的能力都可以把民进党闹成这样，那民进党岂不是比我更平庸？那代表他不是一个政治素人。说难听点，现在各怀鬼胎，尤其是黄国昌，他各怀鬼胎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来了，如果真的过关了。”我民众党有筹码跟你国民党谈，我们谁来选？如果真的没有过关了你讨情不该乱七八糟，我来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嘛没法度，我已经帮忙了。所以黄国昌、朱立伦，甚至于赖以任跟李孝亮，他们目前的各怀鬼胎。那你讲到万华区的吴佩益，黄国昌为什么要去？你不记得黄国昌他们之前民众党支持的是有一个立委候选人？才导致于可能钟小平因为这样没有当选，那个叫虞美人。虞美人摆明的是用无党的，但基层在跑，都是民众党在挺他。所以这个部分，黄国昌去，原则上说难听一点，以前在罢林昶佐的时候，吴佩益是最支持林昶佐的，最帮他忙的，所以导致于之前的恩怨。2019、2020的时候，他们因为徐永明、包含黄国昌、包含林昶佐这个部分，他原则上当时是支持小英跟不支持小英的问题，导致于分道扬镳。那讲回来，在万华这部分，我应该是讲他们现在在做的，包含李孝亮，包含赖以任，他们之前都是因为黄旅锦如找他们出来，并没有跟地方的议员沟通过，所以你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找责任的出口。如果你们这些议员不缴，那然后最后面的责任在谁身上？在这些议员身上。所以看起来现在大家都在找责任出口的问题，谁最后要担责任？包含朱立伦。担责任，你们的议员不缴，你这个议员不缴，我已经下令了，他们不缴，没我的责任啊。所以现在连钟小平都在卸责。黄国昌最后面2000份，我们之前罢林昶佐的时候，最后面6000份他缴出来，差了2000份，他一个礼拜补了6000份。所以呢，如果蓝白合真的想要合，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黄国昌展现你的诚意？但是现在说难听一点，不要怀疑黄国昌消灭国民党的一个决心，他哪有可能缴东西给你嘛？罢不过是你的事，我最希望你国民党规个斗气，我才进来讲嘛。这就是黄国昌的心态。所以简单回答我，赖清德跟民进党有没有不讲武德，动用检调，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导致国民党包括所有黄国昌他所讲的这些，让他们的联署也连不下去，让所有的人怕成这个样子，有没有？我告诉各位，当有一个人常常会看着监视器会说
黄国昌说柯批看到赖清德，柯批看监视器就看得到赖清德在瞪他。我觉得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身为一个法律人，你讲这种话，说检调单位今天晚上会站在我起床的时候会眼睛张开站在我旁边，这是冷笑话啦，台语叫冷笑话啦。麦迪亚冷笑话，黄国昌，你要讲一个谎话，要编一个谎言，也拜托真实一点。现在什么时代了？法律人，你讲的话要负法律责任呐。调查局、检调单位、警备总部，那个是在戒严以前。各位观众朋友啊，黄国昌已经唔知要讲啥，所以塞欧北冷笑话，听听得到。来，委员会不会质疑赖清德民进党就是用检调的一些方式，导致你们的所有的联署下不去？我觉得现在状况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国民党，譬如说这个不管台南市，然后包含还有各地，现在已经被羁押了，或者事实的一些证据出来，这些党内同志等等哦，如果真的有事实明确证据的伪造文书，这个基本上是没什么好推脱的。好，那当然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是不是说伪造文书是对的事情？而是这有没有小案大办的问题？好，那这样就他们现在被羁押一样嘛？那回到我们自己支持者来说，这联署这种失败，第一个的确我们支持者真的有担心啊，这不是我们在鼓吹寒蝉效应，而是他们真的觉得说我去联署会不会有其他不必要的困扰？好，当然我觉得联署的这个不够，不完全是寒蝉效应，也有包含一开始我们党的确策略是有一些反复的，要罢不罢，导致我们支持者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所以这整个加起来，包含地方一些政治势力。他们有没有一起团结合作等等，这个可以大家讨论很多嘛。综合因素导致现在可能这个尤其是在中正万华联署的份数不够，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所谓的寒蝉效应部分，的确我们支持者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在的。那这样想法也的确是目前检调针对所谓伪造文书他办的力道影响到他们的态度。OK， 来 ，Thank you。第一个。寒蝉效应或是检调，这寒蝉效应跟动用检调，基本上它还是可以区别。可是，在黄国昌口中，或是朱立伦那时候也讲过，或者国民党有一些面临到罢免的立委，直接连鹰犬的字眼都出来过。好，那这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罢双吴这个地方，从刚才义善一开始所讲的，当张克敬看到连他已故的母亲，然后那个被伪造的那个联署的签名的东西。那中间过程啦，有很多人甚至或已经在讲台北鬼故事的一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对你看起来的话，为什么罢个双吴会罢成这个样子？讲司法迫害是这一届的主题，因为讲司法迫害才能把柯文哲包裹起来谈，所以讲司法迫害能够让蓝白站在同一阵线。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拍电影的时候，它有主创团队，主创团队原则很简单，找人、找钱、找故事。那所以你今天要发动罢免啊，在这两位年轻人的身上，你要发动罢免，你一定要先把这3件事情确定。第一个，你动机是什么？动机听起来是反罢免，原因是因为你们罢免我，所以我才要罢免你。动机薄弱，故事不好听嘛。找到人跑掉，好，男主角张克敬演到一半不演了，档期嘎不过去，绕跑，找钱，没有人要出钱，你以前传统，我就讲简单的嘛，严宽要罢免我，有可能不花钱吗？那个看板路上200多颗，不可能不花钱，谁要出这个钱？罢免吴思瑶谁要出钱？罢免这个我也不知道还有谁啦，吴沛忆啊，谁要出钱？所以故事不好听，人演到一半不见，又没有钱，这部戏很难给人家有一种期待感。所以我有的时候私底下跟朋友在聊，我说没事，国民党在测试他的基本盘。因为韩国瑜上一次选500多万嘛，所以大家会有一个误会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500万个人支持？然后侯友宜又选一个糟的情况，他们还要再继续往下试，就是如果天崩地裂，还会投给国民党的还有谁？测试基本盘，因为为什么做出荒腔走板的事情嘛？坦白讲，包含委员，包含一些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国民党议员，不管怎么样忠贞爱党为国，他都。我认为他们某种程度都在冷眼旁观，看这些年轻人自掘坟墓，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啊，某种程度啦，某种程度，好，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凭什么？你知道，对这些国会助理有很多个，不会只有赖宜伦一个。但私底下有的时候大家在聊天，也会聊到大家彼此对大家不同的观感。我就换个方式讲，难道没有比赖宜伦更资深、更想选议员的吗？国民党基层在各个地方党部努力的，中正万华没有其他的议员助理想要选议员吗？
那他们一定会觉得你这个才叫福寿螺，好不好？这好，我不要用福寿螺，用福禄寿，好不好？祝你祝福又祝寿，哎，这你不能理解，所以他国民党产生质变。那他们一定会觉得你这个才叫福寿螺，好不好？这好，我不要用福寿螺，用福禄寿，好不好？祝你祝福又祝寿，哎，这你不能理解，所以他国民党产生质变。那这个质变，我后来去分析一下原因哦，这个东西，我台语叫理经，就是脱离常轨。我忽然回想到，其实国民党是有罢免的人才的啊，严宽罢免过我吧？黄金平罢免过王浩宇吧？钟小平罢免过林长佐吧？成败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三个有人站在罢免的舞台上吗？有人站在他们两个旁边吗？有人手牵着他们的手说：“哎，来哦，签名哦，格式爱正确哦，来今嘛受理爱写要清楚啊，讲下一张啊，无等来登来。”这应该要有这个画面吧？没有，也没有看到啊。所以整个他们在指责的过程，比如说包含张委员刚刚说：“哎，我们知道不能伪造文书，但是有没有小案大办的问题？”我就问你啦，罢免跟投票理论上是一样重要的吧？是。如果我走进投票所，然后把隔壁的人票拿过来，退来，我等，哇，我不会当场被警察抓走吗？一定会的吧？对不对？我在门口讲，我还讲，我要这5个囡仔，你帮我盖5个章，给我5张票，你不会现场被人家当神经病，一定会的吧？可是为什么罢免可以这样子？那国民党整个离谱到一个程度，让人很难捉摸。我后来想起哦，我后来想起我小时候参透的一个道理。叫做鸭子有毒理论。什么叫鸭子有毒？《本草纲目》记载啊，李时珍写说鸭子肝冷为毒。那因为这样子啊，所以所谓的汉人系统、华人系统，有一部分的人，他信中医的人觉得说，鸭肉有毒。但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会争执这个东西，你信有毒就有毒。像有人不吃牛肉、不吃猪肉，他有他的理由，你不会去跟他争论。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也懒得跟他们讲说谁对谁错了。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沉浸幻想世界里面，就是我骂赖清德我会有票，我骂司法我会有票。他们现在选择有票的方式就是骂，就是鸭子有毒的，就是跟我价值观不同的人，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拼政治。那我要怎么跟他们沟通？我的政治，我以为的政治是你动3预算的时候规则要写清楚，要罢免联署的时候不应该用抄的。为什么我当年没去告？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人会这么好不好啊？这个你自己逼啊。所以真的啊，我怎么会想到有这种？你后来发现的时候，大家都在抄，整个所有的人在罢免的都在抄的时候，你就说哇，原来这个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样，那个价值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整个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认为反而其实对台湾社会是一个好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形的力量，或者是赖清德主导，或是曹兴诚、沈伯洋的黑熊学院，我不知道。但是其实现在这整个大罢免的过程，是全台湾公民在讨论整个转型正义的工程。有没有看到那个跑到街头上去骂罢免团体的，讲得很难听，把那个女生我们选区有2个女孩子在中部的超市门口联署，一个阿伯穿拖鞋走过去，试图要很接近她，骂脏话，说她是中国人怎么样，后来就告了。但虽然在告的过程，那2个志工就哭，我说然后我就透过朋友认识的，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今天不是因为罢免，那个阿伯以为他是对的，他觉得他可以在街上骂人，他觉得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坏习惯，说人家边缘人、福寿螺、低端人口的，他可以在街上随便给人家骂，他可以不顾2个人的距离去贴近人家，让人心生恐惧，他可以威胁、恐吓跟他毫无相关的公民老百姓，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教的。那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从戒严转成民主时代的过程，他们没有人道歉啊，没有人为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做错了嘛，所以他过去怎么样蚕食鲸吞台湾人的资源跟房产的时候，他就变本加厉的继续使用。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们对司法这2个字觉得是我可以控制的东西嘛。他们所质疑罢团，你是不是有领钱？意思就是我也要领钱。啊，你有没有用司法？意思就是我过去用司法。这一些手段，我们都知道要怎么论述，但你要怎么让各地的百姓都能够醒过来，而且敢觉察到这件事情？我后来发现，就是这一次大罢免，
全部的人动起来，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啊！大家开始要学论述。我昨天去，我这几天有去教一些跟一些公民团体分享心得。我说他们因为可能嘴巴比较厉害，妈妈生得好，所以他们就问我说：“嘿，这确实。”然后问说：“我们如果宣讲，可能要遇到什么情况，要讲什么内容，干嘛的？”那我就讲了一些我过去选举的经验。可是我感受到一个很深的，就是每一个人在意的题目不一样，所以你们一定要练习自己的写作。那一场会议里面开下来，有人在意财化法，台中为什么第4名？我严款不是做大尾，是安那国民党抢输人，抢输罗明才，佚佗无人佚佗了大，对不对？我们为什么第4名？财化法台中第4名，理由今天讲不出来啊。卢秀燕讲不出来，黄建豪讲不出来，廖伟翔。这个罗廷伟没有人讲得出来，严宽、江启臣没人讲出来。你国民党要去中央讲财化法，为什么台中第4名嘛？人口第2多，士农工商从海到山，为什么第4名一句话讲不出来？所以有一些人他就很生气。另外一个妈妈，他就说我在意的是政治人物应该要讲实话，你煽动的理由要写煽动的理由，你争取的政绩就说你争取了政绩，不是你的你就恭喜，你可以去庆祝，你不要去蹭，你不要用说谎的方式来经营政治。他关心的是价值观，母子亲子的部分，也有人关心的是国会扩权，在法律学界相关的，尤其这1年多以来，包含黄国昌、吴宗宪、翁小玲，甚至赖以任，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啊。有法律系的学生心里就想说，我现在学的是你叫我要依法行政，我们要读，我们要背一大堆东西。结果我出去之后，真的混得大尾的是这种根本无视于他上课的时候学的东西的内容的人，他当然会啼笑啊。所以在公民霸团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对这些事情不同的想象。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用自己成长经验，站在我坦白讲，我认为相对公平良善的出发点去上街头的。你以为他们都没？我现场进去的时候，我就问2件事情：第一个，有没有国民党立委助理举手？不要我等一下讲的东西流露啊，大家就在笑嘛。第二个，有没有领民进党钱的举手啊？大家也在笑。民进党的居然还领钱，我也要领钱，大家都很生气。那个是公民团体，那个是自发性的行为，那是全面性草根从地面席卷而来的，那不是谁可以控制，赖清德可以控制。赖清德去年选1800万票了啦，所以今天这一些情况是台湾公民社会一次的全国性的转型正义。让那一些路上怒骂人家、用谣言攻击人家，甚至是恐吓威胁的这些行为，一次性的现行。伪造文书是不是要办？啊，你在路上呛人家是不是要办？本来就应该要办。贪污是不是要办？本来就应该要办。蓝绿白一样都应该要办。所以这一次真正的是相信司法的，而且尤其是法界的人站出来，全面性的在做这样子的政治改革啦。国民党现在还站在全民的对立面。如果照刚刚3哥的说法，他觉得是在全民还在做转型正义的这一块，国民党一直站在对立面嘛。连刚才讲到说街头上有人骂一些或什么，都是因为国民党当初的余毒一直到现在吗？我觉得街头上当然这个跟所谓的霸团之间言语冲突啊，甚至也的确有部分地方会有一些肢体的冲突啊，所以它来自于现在的整个罢免的一个对立性啊。就是说，各自都有各自支持者啊。举例来说，吴思瑶支持看到这个罢免他的团体这边宣讲干嘛，心中一定会有不舒服。好，那心中不舒服会变成言语的谩骂，甚至变成肢体的冲突。我觉得这每一个人选择不同，但我们一直以来也就是说，希望自己支持者不要去发生任何冲突，因为发生任何冲突都会被转成就是说，你看他们，你看像在3Q 讲国民党的遗毒啊，然后国民党这个教育底下，他们支持的都是这种素质等等，是类似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啦。那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大罢免这个赶快进入投票一翻两瞪眼啊。投完票之后，大家不要再有这个对立，心中会有愤怒就下一次的选举再解决。如果每一次都用这样言语的谩骂的话，其实蓝绿都有。那这样子其实大家一般中间选民只是觉得哇，大罢免真的是一个很乱的一件事情，造成社会的纷乱，这也是我觉得这样社会不安宁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这边我补充一下哦，罢免跟选举一样，选举骂得更凶嘞。罢免是民主的一环，它不会因为罢免跟选举不一样，它就会谩骂比较深。所以所有选举会发生的事情，在罢免也会发生。但是国民党
重视选举却不重视罢免嘛，他们觉得罢免就可以随随便便嘛。刚才讲到司法的问题，没有人作弊。叫检调来查，说自己都还不检查，我自己抄了143份是别的罢免的联署书，那我检调还不办，这不用谁动用啦。如果检调看到你违规在我面前，你还打电话叫警察来抓我的时候，我还不抓你，难道你要叫谁都要违法吗？不过现在看起来，张狗，国民党为什么在这一次要以霸制霸，会霸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刚才讲的那些，都有人已经开始用鬼故事来形容这些事情了。为什么会霸到这个样子？党中央是放任这样的一些的事情吗？或是现在看起来的话，不管是赖以任也说过，说他有一段时间跟党中央有失联，那更不要讲李孝亮。李孝亮那时候是说找不到朱立伦，然后就后来不是还有后面那一段，所有过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而到现在，到甚或。大家还要讨论什么叫廖北亚？昨天在节目里面还特别要说文解字，什么叫廖北亚？什么叫不会棍？为什么这个廖北亚是抓背的那个？那个是廖北亚，对，那个所以是抓那个嘛？对，你背会痒吗？帮你抓在廖北亚。对，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子？我第一个就是说，你对罢免的反制什么时候决定？你对罢免的反制什么时候决定？因为有一个最关键的是2月18，2月18就是那个选罢法公告生效，公告你就要用影印本。那人家罢免团体是很早就开始一直在弄，一直到1月21号，你3读通过总预算，当时过年各地方都还在盘摊呢。其实真正最关键的是，你预算通过以后，整个把罢免拉到了最高峰。那你反过来看，国民党之前在干什么？国民党之前都没有在干什么啊？就嘴巴喊啊，假动作做一堆，结果出来的人真的是公民先行吗？我们都知道不是嘛，都不是嘛。那搞到这个样子，假的公民，然后联署啊，不是那个板桥最神奇吗？摆摊几个小时，收摊以后就说，我们已经达标了。你就看到全部都在演嘛，那种敷衍呐、虚伪的那个演出来的嘛。然后你看，5月8号那个起诉台南，3块2块，新北现在也在侦办中，也传出来。超1000块红包，等等，你就看得出来，事先根本就没有准备，没有规划，没有什么，然后突然回过头来想到，不行，2月18生效，然后赶快弄，来不及了，就只有这样搞啊！你根本没有规划，当时的议员有没有接受到指令要去联署？没有啊，没有啊，就说公民先行，就真的公民先行了啊。然后那些对了，公民先行。他们叫公民先行啊，因为他们没有团体啊，因为他们就真的是公民嘛，满20岁啊，所以你搞到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从1阶开始到2阶，大家都还在演啊，2阶已经进入到尾声，还在演啊，要演什么啊？演戏给大家看，就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嘛，你更换领衔人，要1/2提议人。明知不会过，为什么还要送？明知不会过，为什么还要送？我特别强调，明知不会过还要送。你说他明知不会过，为什么还要送？然后又在怪罪为什么不会过，为什么还要我们送？怎么样？这种很奇怪嘞。记者会公布2399过2054。然后到最后又说不会过，不要送，然后呢硬要我们送怎么样？这你不觉得这里面故事真的是很奇怪吗？当然我讲这个，5月9号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一段话出来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话出来？很奇怪啊，不是2399送件2399，对啊，不是。开记者所以说过，然后又说被捕领衔人即使送了也没意愿，党中央沟通说，不是啊，
他说如果送出去可以的话，他义无反顾啊。所以你看那个意见上的矛盾怎么样？我突然发现，对，罢免在前面的那一线的跟后面的人完全已经没办法。然后说失联，当然失联了。从4月17号以后，大概就失联了。为什么4月17号以后啊？因为有人第二波被约谈嘛，检察官当然有把第一波约谈的，那个什么是不是你有没有提示啊？这个是谁的证词啊？看完了以后就知道，谁讲了什么，谁讲了出了什么，该维持一点距离，该失联的就该失联了啊。不是没有人看到里面14号的时候，这些人去讲什么呢？17号后面那几波的人被讲的时候，检察官是有提示的哦，有提示前面的人哦。我很100%的保证。我先讲上公讲那个内容的那部分，我不知道到底过程，但是上公讲了一个我们法律的专有名词提示。因为通常在那些的时候会直接会说提示什么样的证据资料给你看，或跟庭上讲说提示什么什么什么。对，上公一个媒体人讲的是我们法律人的词，他会用提示，没错。然后我就讲，后面也有被约谈的人私底下在聊天，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被约去过哦。他说他看到某某某的证词，检察官提示给他看，他看了吓一跳。我之前跟他聊说，听说他讲很多，结果他说，我看了我也吓一跳。为什么我敢说有人看了？就是有被传的人亲口跟我证实他看了吓一跳啊。那你说不失联难道要怎么样？所以大家怕吗？大家也怕再联络下去，不知道信任度已经折扣了嘛？这毫无疑问的嘛。信任度都已经折扣了嘛，那后续再走下去的时候，你说传说什么黄国亮先走啦，某主任被骂啦，等等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很精彩的是什么？不同的场景，不同时间的事件，在推责任的时候，可以把它拼成好像是一个会议。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党中央很厉害，把所有分散的讯息可以不同的时间，它可以拼成一个事故，然后让你感觉开会的时候是这样他是把不同单一的事件把它合在一起。然后你讲的是有一篇报道里面有讲到，对，有讲到那里面，那不是同一个场合OK。但是我们看的是不是都觉得那是一场会议的场合？不是哦，那是不同的场合哦。然后要推过错的时候，可以全部拼在一起，厉害。我觉得你国民党中央如果有像推责任这么厉害的话，用那一种心思，如何把它拼凑，如何把整个集合起来，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搞成这样啊。那现阶段就在那个，再问一下，你看那一篇出来以后，马上张克进的那个。原始的那一篇出来，对不对？4页的，原始的那一篇出来，它是4月30号手写嘛？你看那一篇出来，原始的就出来了。张克进不是失踪了吗？那一篇到底怎么出来的？那一篇到底怎么出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谁手上有那一份？因为张克进已经跑了，失踪了，他当初给谁了？而且那一份是用打字的，谁是他自己打的字呢？还是别人打完字以后给他签的呢？问号这真的是问号然后你再回头，这很有趣。你再回头，4月30号的张克进的声明里面有说，党对他们被约谈什么都不理不睬，怎么样？有这一段吗？完全没有，对不对？那你回忆一下，李孝亮的妈妈。为什么会讲这一段？那一段那时候有吗？李孝亮妈妈不是也说吗？张克进抱怨那个什么什么？奇怪，事后回想，奇怪，当时我们都没有听到这一段。李孝亮的妈妈怎么这么快就听到了？这里面，我就觉得这里面那一篇到底
在谁手上？就是说没有用了，到底在谁手上？听说那一篇原本是要给党中央的，并不是要公开拿出来发声明。OK， 那到底谁手上也有？这么巧，党中央跟媒体放了一个谁该负责任？这么巧，隔一天这个就出来。现阶段你不觉得大家好像在做未来不成功的准备吗？如果赵刚上空也瞄着观众朋友，你大概只要你关心过这一段期间的发展，大概就知道上空所描述的过程的这些东西。但阿淼是都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大家的心思还在想着，万一到6月7号，人家6月6号断肠时，到了6月7号一旦翻盘以后，发现真的没有办法。好，那现在预先做的是推责任的准备吗？刚讲到黄鸿章，我们法律人看这一段嘛，黄鸿章讲站在床头上，然后站在床头边看你或者什么，这听起来蛮恐怖的。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讲这些，而且刚讲到对黄鸿章，可是蓝营现在有很多面临罢免的委员，他真的觉得只要白营来多一票也是一票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有用的啊。那黄鸿章在这个时候，那个身份跟地位是完全不同啦。这个一个人哦，如果他失去了灵魂了，他就是行尸走肉。他失去了核心价值之后，他讲出来的所有一切都不会有可信度嘛。国民党现在遇到就是这个问题。你说国民党失去灵魂，这话会不会讲太重？我本来想说是不是批评的太过了，但你仔细一想一件事情哦，我小时候啊，台湾20-30年前那个时候啊，民进党跟国民党在变什么？要变统独，对不对？国家定位、国家前途、环保，还有这个要不要设定，比如说劳权、基本工资，对不对？还有这个选举要不要妇女保障名额，这个性别的，然后再辩论我们国家到底要不要有健保这个制度，然后这个宪法到底3权对还是5权对？哎，这是以前的政治，在立法院里面大家在辩的是这个嘛，不管是谁执政。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自从国民党开始搞他们那个什么以霸制霸以来，我们国内的政治在讨论什么题目啊？第一，在讨论死人联署是不是 OK 的。国民党还有觉得死人联署是 OK 的，在讨论伪造联署书检调可不可以认真办，国民党还觉得检调办得太认真，办得太过头，还有太早办，太早办是不是啊？还没有等到被罢掉再办啊，一定还不能，怎么可以开始伪造就在办啊？他在讨论什么？现在啊，竟然道德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呢？连领衔人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都被伪造联署，还被伪造2张，还不同的人抄的。然后现在呢，还有人在讲说什么？哎呀，领衔人啊，不要这个要记得大我啊，对不对？不要只顾小我啊。黄国昌不是说什么一个人的我执怎么可以毁了几万人的努力？我想说，天哪，黄国昌你是搞不清楚状况，还是说你的道德也跟国民党一起败坏到这个程度？这个领衔人因为自己妈妈已经过世了，联署还被伪造，所以退出，哪里有什么不对的？一个正常人谁会去当这种领衔人？没有人会做这个选择啊！结果今天国民党在讲什么？朱立伦还说什么司法又在迫害？那我在想，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子？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李孝亮，看到赖以任，看到这些国民党青年军，我还以为说他们是因为年纪轻，看的事情少，所以不懂事才这样子。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是领衔人，我就去当领衔人了。不知道只有领衔人才能送联署书，我还说中选会违宪，法律违宪了。结果我今天一看，原来赖以任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个联署书伪造的很严重啊，不是吗？他们被约谈的时候，他就知道这联署书伪造严重到连领衔人过世的妈妈还被伪造了2份联署啊。后来他426还去站独裁，一路以来，在这个从426到现在的这段1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人告诉社会大众真相过世的妈妈还被伪造了2份联署啊。后来他426还去站独裁，一路以来，在这个从426到现在的这段1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人告诉社会大众真相直到媒体又把他踢爆了，好像挤牙膏一样，媒体踢爆哪里才承认到哪里。那也难怪，你看这些的罢免的民团，
在路上，人家在讲罢免，那这些蓝委的支持者就骂：哎呀，你们吃叉叉啦，舔叉叉啦，对不对？然后呢，完全没有任何的论述能力，一开口3字经、5字经都通通出来。奇怪，我们台湾的民主怎么会变这样？我们台湾民主怎么会变这样？讲不出道理来，就说你今天做个政策辩论，你好歹讲个道理，对吧？我说这个委员，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很喜欢，我不要罢免他，这 OK 啊，理性对话。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些深蓝的支持者上街只剩3字经、5字经？因为他们的党中央只剩下死人联署、伪造联署书啊，已经完全失去灵魂了。所以也难怪你说看到这些委员这些立委林佩祥面对罢免就说人家是边缘人，人家是狗狗吃坏肚子出来的东西。马文君就说人家是福寿螺，对不对？然后这个罗志强罢团批评他说，那我要告你，我要求偿你100万。人家讲的这一些需要你回应的事情，一概就是用这样子的手段，你逃避争议，逃避任何理性的辩论。那我觉得台湾的政治走到现在，国民党好像变成是一个什么？犯的罪越多，在党内声望就越高。这个政党在搞什么啊？现在还有人在讲说，哎呀，至少罢免吴思瑶，联署书要先过关，至少要一样过关。我就问，你已经没有领衔人了，你送件之后，中选会根本连清点都不会清点，清点都不会清点，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做？我已经想好他的说辞了，领衔人不在，没办法。中选会整车推出来不清点，又在外面说司法迫害，然后单方宣布达标，他们一定会这样干的，等着看好了。那个箱子里有多少张联署书，有没有联署书我们都不知道嘞，有没有一份印成3份我们都不知道嘞。反正他的单方宣布达标然后黄国昌就说，你看几万个人的民意，就因为中选会变成绿选会这个不合理的规定，所以导致民意被剥夺。这个剧本太好预测了。一个失去灵魂、完全没有道德标准的政治集团，我们怎么会花这么多时间在讨论死人跟造假的问题？等一下，阿淼，我直接让委员跟你对话。来，委员，你们是失去灵魂，然后完全都不管这些事情。刚阿淼的指教，我觉得有些战场的确该清理了，就是说包含死亡联署，包含伪造文书，这个是的确的是违法犯罪的事情。好，那这个当然，我觉得该有这个现在检调自然办，该有的该办就是办，对不对？好，当然，这个刚刚那个，我觉得程度是一回事那但是现在我们面对，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国民党面对或者是泛蓝的面对这些东西，我觉得的确是要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回应。好，当然我们可以持续用司法迫害。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如果真的有部分我们是真的觉得自己做不够完整的地方，还怎么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要正面的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那这样清理完战场之后，因为现在我举例来说，以像吴思瑶来说，这部分一阶，即便有刚刚13哥讲到那个应该是多少分？142分，好，那个很扯没错，但那个东西基本上是被剔除了，所以他过的一阶跟现在跟一阶是扎实的，是合法的联署。到现在2阶的确正在冲当中嘛。如果2阶今天当然撇开以前的，如果也是完整的联署的话，那当然我觉得这部分还是一个民意基础。所以我的确我也必须讲这么多这联署的这个瑕疵，不是只有绿营的支持者在讲当然我们蓝营部分支持者也会有人去质疑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该有的说法、该有的态度，的确是可以回应那这样子，我想对于大家对于这个罢免这件事，也会有一个比较平缓或比较公正的让它继续下去的一个讨论。如果刚那样讲的话 ，Thank you。第一个违法的事情就是违法，但是某种程度来讲，有人讨论到这一块的是说，为什么蓝营包括国民党中央或什么不会直接正面出来要面对这件事情？委员刚刚讲的清理战场，我们在节目上也讨论过，就讲着出来告诉大家说，过程当中有任何不当的一些作为或什么这些，那党中央或有助力人，我全负其责。那这些东西过程什么的，之所以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要打3阶的话，某种程度你打过3阶嘛？好，打3阶的时候，确实。是要两边各自跟自己的，因为一边是罢团，另外一边当然就是要被罢免了，要把自己的支持者全部都吹出来嘛。我的热情怎么吹出来？我现在如果承认那些是错的，那些是犯罪的，我站出来讲这个，那我怎么样去吹这些人的
热情某种程度也可能是仇恨值的另外一种嘛，所以要把赖清德拿出来嘛，很多就这样，所以我不能承认那件事错。好，那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在现在好，万一，那最后的数字真的要罢绿委是0，那国民党就全力反罢嘛，全力反罢，大家这时候就会讨论说，媒体有报道，民进党现在把傅昆萁那一席列为重中之重的一席。另外，对国民党，这是罗志祥他们说的，巧芯这一席对国民党来讲，那更是重中之重一席。如果巧芯被罢掉，那表示所有新生代，尤其是最有战力的，所有什么全部都这样。所以现在大家都已经各自找到了一些的目标在这啦。张委员的说法是国民党的主流说法吗？不是。到今天谢龙介不分区立委，这是党指明的，还在外面讲说这个叫司法破坏。罗清德对我来，好，还在那边叫嚣，所以他现在有一点像什么？我看到国民党有点像被寄生的动物，看起来是一个动物，但是实际上神经已经开始在麻痹了。被谁寄生？那当然是中国这一边希望他长这个样子，不管他们希望他的政局会乱啊，或者是希望国民党中常委有一些在中国做生意听他的话，那长期以来就一直往这个方向，甚至是傅昆萁自己在中国南宁等等地方投资相当大的数额。那问题是，这个麻痹的这一只大型动物百年巨兽，它有没有清理病毒的能力？它有没有排除寄生虫的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认为最值得思考跟观察的事情。所以像张委员那种正直良善的声音，不用气馁，就你讲你的，你不要讲他，太喜欢讲，不要讲我啊，不讲。现在国民党要先处理一件事情，清理战场是最后的执行手段，他要先搞清楚自己的情报是正确。问国民党的支持者民调，乌俄战争谁造成？他们回答美国一半。你要怎么在乌俄这2个字里面找到美国的？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情报有问题。前一阵子每一波在做民调，已经1年了，整整1年，我在观察国民党谁会被罢免的民调。1年以来，他们每一次列出来的名单都是选举的时候差距小的，都是去年的事情。他的民调不用上礼拜做，不用今天做了，你去年做跟今天的结果一模一样。为什么是那些人？每次都在讲是黄建斌、叶元之、罗廷伟，都是因为他们赢得少，因为沙卡都。那你这个数字还需要做民调？我去年就知道了。下次要做这种民调，钱给我帮你做。所以他们的情报能力有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他们误判了，他觉得我罢免一定会过，没有过。他觉得我被罢免的人最危险的是这3个，不是这3个。为什么会提到徐小新、傅昆萁？就是因为什么民调最准？今天做的民调最准，还是去年做的民调最准？一定是越接近做的越准。那请问现在最接近的大型社会民调是什么？就是2阶联署啊。我民众愿意拿着自己的资料走到街上去给你签，这不就是最真实的民调啊？请问一下，徐小新第几名？不是第1名，不是遥遥领先。所以明明就有一个血淋淋的真实民调放在你面前，然后国民党说没有，我看去年的，整个情报系统都出了问题。傅昆萁，全台湾唯一一个改名舔共的政治人物，我都公开讲好几次了。昆萁是昆仑山上的小草，看了共产党电影，跟他出生同一年拍的，很开心，改名，然后模仿习近平的穿着。国民党的情报能力有没有发现这个人是舔共的专业人物啊？有没有发现？都没有啊！共产党过去怎么控制海外的情报人士？怎么透过这一些用什么手段去控制海外的人来服从共产党？要蓝金黄嘛？蓝是什么？网络流量，尾巴咬狗啊！黄国昌不就是这样子？开节目的时候都万人大台有的网红就开始跟着他一起骂一骂，我也万人大台啊！可是我商品都没人买，这个就被网络流量控制嘛。金是什么？钱嘛。国民党一大堆投资生意在那边的，你说民进党要舔共，他舔哪一个民进党的可以去那边开开心心赚一大堆钱回来？我再跟你说声赞，很厉害啦。谁？阿黄嘛，不在上一次2024选举的时候就一狗票，因为这件事情倒下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手段，常年在倡议的，跟你们讲要小心提防的，结果民进党看起来还在抵抗这件事情啊，民众党看起来某种程度在利用这件事情啊，国民党就被这件事情给侵蚀全身了。要先想办法把身上的病毒跟被渗透的这些寄生虫清干净，才有办法做所谓清理战场的事情。不然制造战场脏乱的就是你本人，你要怎么清理战场？不过现在看起来，医生是，如果我们分区来看，你花莲嘛，没错，傅昆萁最近真的媒体都形容说急了，
是真的吗？当然急了哈。这件事情刚才讲到说大罢免或者是国民党的以霸制霸。这些灾难，好，国民党的溃散是谁造成的？而我看到1年前的这张照片啊，刚才洪建有讲，刚好就这2个人不是吗？当初啊，排乙哥赖以任在傅昆萁办公室工作啊，他是他的助理啊。傅昆萁认为啊，那时候青鸟活动他也要办一场，排椅子的时候说椅子排得不够整齐，以任你去排，赖以任在排乙哥啊。后来他被傅昆萁赶出去了之后，去搞了所谓的以霸制霸，去搞了所谓的霸双五的活动。所有这些霸双五司法上面的问题，即使是因为国民党党部超名册导致的，但是外面的人为什么赖以任人家都躲得好好的，其他人被人家约谈都躲得好好的，只有赖以任不断的在外面放这些讯息，为了自己的选举，然后不断的创造流量，就是赖以任啊。所以国民党现在溃散的原因，就是1年前的这2个人，大家看清楚，排乙哥赖以任跟傅昆萁总召嘛。所以为什么国民党现在不敢救？说8个人危险呐，8个人危险，为什么没有傅昆萁？不敢再提他嘛？提他如果再把傅昆萁的仇恨值扩散到全国，那全国那要救的8个还有救吗？所以傅昆萁现在靠自己啊，靠自己在花莲不断的弄看板这看板我们花莲很大，花莲从南到北，它不断的摆看板。我们现在常常会有说追看板喝一杯酒的那个叫做看板路跑活动。如果要到花莲办看板路跑活动，要跑很远啊，从北花莲到南花莲，那很远的3、4个县市。但是傅昆萁所有的看板，大街小巷，从南花莲到北花莲，至少100面在现场吧。一面啊，算租金跟所谓的那个制作费用，一面算10万块钱，100面。也要1000万了吧？他不止这样子啊，他的扇子啊，夏天活动热我们议员都知道，办活动的时候我们送扇子都很精简的，为什么呢？来到现场我们再送给他，为什么一支8块10块也算很贵啊？送给你是要你参加活动，他不是啊，所有的摩托车上面都插一支看板，都插一支扇子，扇子还塞信箱。我们没有人在说扇子塞信箱，它是大花莲所有的信箱里面全部插满反罢免、不同意罢免票的扇子，光这扇子100万就没了。人家做文宣一张 DM 顶多夹报和 A4 折起来，或者是 B4 折起来，它不是啊，24页的彩色印刷，全彩印刷。光那一份文宣1份至少20块，加上派报费用，如果花莲派报5万份的话，下去又是100万了。这是傅昆萁啊，急到所有的文宣都是这样子随意乱撒的方式塞到每一个人信箱啊。所以我们现在花莲都是说我又收到一堆垃圾了因为通常这种东西我们会丢到垃圾桶啊，不会去收啊。但是傅昆萁急到所有人都要去塞信箱，不止这样子，他现在啊连端午节的活动，人家说端午节的奖金要加码，委员你要不要加码一下？说我加码，我跳海，连王世坚的招数都出来了，急到说我也要跳海了，你就看他有多急。都是这样子随意乱撒的方式塞到每一个人信箱啊，所以我们现在花莲都是说我又收到一堆垃圾了因为通常这种东西我们会丢到垃圾桶啊，不会去收啊。但是傅昆萁急到所有人都要去塞信箱，不止这样子，他现在啊连端午节的活动，人家说端午节的奖金要加码，委员你要不要加码一下？说我加码，我跳海，连王世坚的招数都出来了。急到说我也要跳海了，你就看他有多急。为什么急？因为连徐榛蔚他们花莲县政府，因为最近检调调查，不管是文化处也好，民良镇的民政处也好，因为检调在调查县政府嘛，公务人员当然不希望说我未来也可能因为这些中间的行政不中立而被调查。所以连他跟徐榛蔚去参加端午节的端午活动的赛龙舟活动，明明照片就在徐榛蔚旁边啊。县政府把新闻局他们在发布新闻的时候，特别把
用了没有傅昆萁照片的一个照片上去，为什么？这是好的哦，这叫行政中立。因为毕竟现在在罢免阶段，我县政府的任何的文宣上面就不应该有傅昆萁嘛，这叫行政中立。但是行政这些公务人员讲求行政中立，傅昆萁有没有讲求行政中立？没有。他所有的文宣啊，我刚才又有一些爆料出来了，包含很多的我们的长照中心也好，他们都直接进去啊，所有的文宣都撒一片，所有的扇子就撒一片，直接进到各个基层的这些行政单元去反罢免的文宣，这些都是违反行政中立。而傅昆萁花了这么多的资源在干什么？其实上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萧美琴跟他选立委的时候，他才这么急。而我要讲的是说，民进党说最近传出说民进党要整个进驻所谓的花莲，其实在2阶段，他们的组织部主任张志豪就已经进驻了，包含叶爸的2万通的电话，就是张志豪建议说用叶爸老师的声音去通知大家，去重新来做这个所谓的联署书的动作。所以民进党的党中央的组织部早就进驻在花莲县去做整个2阶段联署的工作。所以未来傅昆萁他要面对的张志豪刚好就是过去萧美琴的助理啊，也是国会的助理。所以啊，傅昆萁，我真的建议你啊，再把赖以任找回去啊。赖以任不用钱，现在这一两个月赚了多少的声量，赚了多少的媒体都不花1块钱的，所以你花了这么多钱，还不如把赖以任找回去当你的助理，再帮花莲去打这场选战。反正赖以任接下来也没事干了，士林北投霸吴的吴思瑶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所以赖以任是不是回归傅昆萁的办公室啊？直接帮傅昆萁打反罢免的选战。不过现在看起来，为什么徐巧芯在全国好了？你说这次整个大罢免被点名仇恨值比较高了，或什么，他一定会被排在前几个。可是他最近其实声音应该很低调了。但是为什么包括媒体上报道，等一下委员可以证实一下，国民党真的是内部有做过像这样民调说3+5啊是最危险的什么？有这样的调查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真心不知道。媒体上面真的有这么一个说是国民党内部他们讲，可是你如果不管怎么说，那些讲仇恨值都会有徐巧芯。那罗长这帮他站台的时候，我刚刚讲他形容巧芯这一席有多重要，然后民党就要把他拿下来。那巧芯为什么仇恨值会这么高？现在看起来国民党是内忧外患那外患的部分就是黄国昌现在伺机而动，要蚕食国民党。那当然内患的部分包含他们国民党现在这2天的福寿螺，那包含他们之前的北边缘、中福硕啊、南低端的等等的问题，这些事情其实谁搞的都是国民党。那应该换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刚才前一趴在讨论赖以任跟李孝亮，尤其赖以任，我只能说明知道不会过你还在摆摊，还在收联署书你是大片没搞细汉片来倒呀？我觉得太离谱了啦。那你叫徐巧芯在我们选区，委员也跟他挂招牌啊，然后秦惠珠也跟他挂招牌，这都有，这个都不可否认。但是我只能说，徐巧芯在这个第二阶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担心，在跟地方费鸿泰的支持者里长都已经在参叙了，拜托人家听他讲，给他个机会来讲。那他租了700多场，花了不到10几万，到底有没有每场办没有。那其实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在基层里面仇恨值真的是非常高。那我只能说，我今天早上去送了2台游览车，2台的市政参观，差不多80个，那个地方是蓝军的，其实出来跟我说，什么时候要罢免，一定要罢免。80个里面最起码有15个跟我讲。那你说他的仇恨值高不高？是因为大家都说，奇怪，我们不见得说一定要支持徐巧芯，我们也不一定会支持民进党，但是我们不要这种人代表我松信，出去闹鬼。尤其所有当时候假装跌倒在市场碰到费鸿泰，包含之前媒体访问费鸿泰今天天气很好，还唱了首歌，类似这样的情况下，代表说基层其实徐巧芯还没有整并
那包含之前麦帅桥下秦惠珠的事情，到底是真是假，大家都还在怀疑。所以徐巧芯现在怕到什么程度？这种天气，大家在发扇子，发扇子闹亏啦。徐巧芯你赢了，电风扇。端午节香包，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徐巧芯现在的目标真的是在我们松信的仇恨值非常非常高。你看招牌，光松仁路，庄敬路才多长？没有多长，3面多大的广告，3面，有一面是跟他的照片，那当然国民党挺国民党这合理。那当然，那个地方也是眷村区。我只能说，徐巧芯这个部分，他真的急了，也怕了。但我应该是讲说，他连公车广告都在做。那包含现在到处要去拜托人家，然后说他什么他替大家省了什么东西。可是选区里面很多人遇到建议都是讲说，哇，我拿出来投票失德，失德。然后呢，你们出来投票的参与2阶的叫邪教。那你神党杀神，佛党杀佛，我来砍掉党神党佛的这个怪物，难道我还失德吗？这其实坊间里面所有的游戏规则跟玩笑话非常非常多，但说真的，大家不希望的就是这样的人可以代表松信当国会议员，而且表现非常大，在立法院拐人家啦、跌倒啦，然后弄那个什么要摔倒的，什么要卡人家。等等的，这个人我觉得在松信现在的仇恨值不分蓝绿，尤其费鸿泰的人真的很多都跳出来，哪怕后面不管是初选的那个到现在都还没有泥平啦，还没有泥平，完全没有泥平。而且徐巧芯说他都整合好，其实没有，听蒙听，贴蒙贴，我们还是讨厌徐巧芯。喂。那个跟费鸿泰会委那个当初初选的那个过程裂痕，真的没有平息吗？对你们来讲的话，因为在同一个选区嘛，所以国民党议员刚讲，你也有跟他挂招牌啦，所有这些。但是对巧芯来讲的话，这一席真的守起来，会是等于是所有，当然国民党会希望一席都不要掉，但巧芯这一席跟傅昆萁那一席，显然已经被绿营视为最重要的2席吗？先讲一下他跟费委员的，这当然我觉得初选有选举就会有摩擦，然后就会有矛盾，当然会有些误会，这是选举人都会有这个发生的问题那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弭平？就是费鸿泰委员支持者到底现在对徐巧芯委员的想法是怎么样至少就我本身而言，我是没有遇过费鸿泰委员支持者跑过来跟我讲说他不喜欢徐巧芯。你说当下在初选阶段，他们各自有各自支持，然后各自各种不同攻防会有一些这个心情上的起伏，这一定有，好，这不用否认。但你说选完到现在目前为止，可能看到我不敢讲吧，但我是真的没有收到。但你说会不会有摩擦产生这个？有些可能还是费鸿泰委员比较铁的支持者会有些意见，我相信会有。但是问题是，今天是面对整个国民党要保住国民党在立院过半的席次，其实大家还是会因为这样子，就不管怎么样，不管喜欢不喜欢，基本上还是会持续支持徐巧芯的。那另外也是要讲，为什么他现在被针对，很大原因来自于他仇恨值高。那仇恨值高的原因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就是徐巧芯，他是一个比较非典型的国民党。国民党老实讲，就过去可能很多这个该抗议、该斗争，然后该这个有力量的地方，大家力量都不够。但以徐巧芯来说，的确他是一个比较非典型，他比较敢冲在前线跟民进党对抗。的确，他有些的作为，好，跟他的这个跟他的肢体的语言，不是大家喜欢或能接受的。好，但也因为这样子，他现在被霸团这直接这个点名跟针对这样子但回过头来，你去仔细去看徐巧芯他在立法院里面的表现，跟他去推动的法案，他该推动法案他没有停止过，他不是一个只会在这个质询台上，然后制造新闻或者是在这个上媒体，然后跟民进党对着干而已包含他该推动的法案，基本上都是还是有在做的所以我觉得回归根本基本上是他今天被讨厌原因来自于他的手段，他自己讲他在国民党里面手段其实像民进党的一个人他比民进党还民进党，他自己在这个所谓在回应曹兴诚的时候，他自己有跳出来这样讲那当然这样手段其实就会有人见缝插针说国民党的这个支持者我们比较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表现那是不是喜欢收敛点？但我觉得核心上这些都是一些见缝插针的行为。回到根本就是说我还是要回去看
他到底推动了什么东西，以及他政绩为何。当然喜欢不喜欢，我觉得那个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那这个基本上也没办法去处理。但是回到根本，还是要知道他做了哪些事情。这上公，你要不要直接回应一下刚才委员的对巧芯的这一段的说法，或是再往下看？刚才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镜头里面，朱立伦说，接下来就打区域联防，区域联防就是蒋万安下面台北这5席就是你了，对，调任何一席都算你的。侯友宜、新北所有这些调任何一席都算你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打区域联防的概念就是，他就是在中央看大家打比赛嘛，总教练嘛，反正在旁边吼一吼嘛，然后负成败的就下去打的人嘛，下去打的人你像蒋万安就要带5个嘛，一起打嘛，打输了蒋万安负责嘛，我就不懂。每天在点诸侯，点这一些人，然后你反过头来问，请问一下，党中央要做什么？你就看到他一下子好像今天又是陪谁去扫街了？林德福嘛，刚才那个招牌是他每天就陪着人家扫街，然后区域联防你打哈，输了你负责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区域联防就不用讲了，它基本上是一句屁话。自己的县市长顾自己的立委，不是正常吗？正常，这还需要强调吗？当你一再强调的时候，你怕什么？是你们的县市首长不顾你们的立委吗？你是在怕什么？民进党去护民进党的立委，国民党县市首长去帮国民党立委的忙，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当你讲出来的时候，让人家觉得你就是推责任嘛，天经地义的事还要你讲吗？所以区域联防，我觉得，我不懂什么叫区域联防啦，因为台北市长雇5个，这叫区域联防吗？他又不是新北、台北、基隆3个联合，那就这个雇这个，这个雇这个，雇这个，就各自市长的辖区把他的立委顾好嘛。那当然。今天讲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仇恨之高，基本上就是看了让人讨厌了啦。基本上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啦，就我看到谁我就很讨厌啦，一群人看到谁就很讨厌了啦。那为什么看到很讨厌？平常的样子就让人讨厌嘛，穿睡衣让人讨厌嘛，比中指让人讨厌嘛，把人家勾倒了，直播我故意的，然后。人家要告的说没有，我不是故意的嘛，你一些的嘴脸，人家加总起来就是看着让人家讨厌嘛。基本上我们讲仇恨值什么讲太多都没有意义，就只有一句话，他就是让人看得讨厌嘛。没人缘呐，对不对？没人缘，不讨厌没人缘也没关系哦，他是让人看得讨厌啊。现在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嘛，你也说，我觉得国民党里面。2个最重要的指标，一个就傅崐萁，一个就徐巧芯。这2个指标性最高。一个在都会区里面仇恨值极高的人，一个是率领国民党团里面造成大罢免风潮仇恨值极高的人，这2个人是指标嘛？你可以看得出来，未来民进党这2个人绝不会放过啦，而且是死命的打啦，绝不会放过嘛。那你是傅崐萁的话，你会想，民进党中央不会来我这边搅乱的吗？绝对不会，不可能啦！你一定想到是民进党中央一定倾全力来我这边嘛？我没危机感，那我就是笨蛋了嘛。就我没危机感，我就是笨蛋了嘛。那你可以看得出来，不管说26号的送车啦。5月10号的婚礼，拜托让我任务做完，不要让我一年选一次。我的任务跟总统一样，一任4年，开始一路下来，到29号更精彩。他不是上午跑美伦吗？下午去巴士场嘛。不要忘记哦，花莲县议会的总召吴建志是在吉安乡召集12个村长吗？那稻香村长不是说我们要独立吗？吉安跟花莲不就是2大人口7加5万多，2个人13万，占所有选举人的比例67点多嘛，将近68嘛。送车在哪里？吉安。
开始一路下来，到29号更精彩，他不是上午跑美伦吗？下午去巴士场嘛。不要忘记哦，花莲县议会的总召吴建志是在吉安乡召集12个村长吗？那稻香村长不是说我们要独立吗？吉安跟花莲不就是2大人口7加5万多，2个人13万，占所有选举人的比例67点多嘛，将近68嘛。送车在哪里？吉安。然后你看到那个乡长陪，你看那个吴建志召集12个村长吉安。然后我们看到了我不晓得那个人是不是杨哲峰，不是在扫街吗？花莲市代会主席拿着不同意吗？杨哲峰吗？当初他没有支持他的前办公室主任蒋邦法去支持杨哲峰嘛？杨哲峰也在跑啊。然后他上午去一个市场，下午去一个市场。你看他多密集。不，你光看当天多少场，那所有的资源几乎都动了嘛。你说他不紧张？我不相信。从2月18号，我不要再讲他的历史了。从2月18号到香港一路发生多少事情，一直到5月27号的文化局局长被约谈，5月28号被收押，这一连串的事情，你说对傅昆萁的罢免案都没影响吗？不可能嘛。只有把他那种危险性越加越高嘛。你看5月14号，明良珍才起诉。不到2个礼拜，文化局长被收押。你这个都不冲击傅昆萁吗？一定冲击嘛。那你冲击下去的时候，你看他为什么要支持杨哲理？3月17号补选，其实傅昆萁很早就准备了哦。蒋邦法是他的人哦，他没有支持蒋邦法，他去支持杨哲理。杨哲理的爸爸杨文直是以前花莲县议会议长。OK。然后妈妈徐子邦现在是议员啊，他们的主力在哪里？在花莲。花莲、吉安两个重点地方。我想一下，傅昆萁不会笨到认为魏家业、魏家贤会来帮他站台吧？不会吧？当然不会了，大家都已经发表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法了。然后他的接班人游淑珍的那个看板已经跨出去吉安了。魏家贤的看板没有跨出去花莲吗？也都跨出去了。未来是跟他接班竞争者，他不会笨到说他会来帮我吗？所以蒋邦法他的人，他抓的是谁？杨哲峰。很清楚嘛。不要忘记卓荣泰去花莲宣讲的时候，不是明良珍还绕到后面去看，然后那个谁王一川还说有碰到明良珍有没有？结果一转头，原来不是傅昆萁跟跟那个杨哲峰他们在吃什么姜母鸭，是不是？你看杨哲峰哦，那时候他补选才当选代会主席多少？所以你看得出来，这2个重镇绝对是未来罢免2个最重要的区域。好，我们如果要换一个角度来看，阿淼是这2个是要罢最重要2区，但是在宣传上对傅昆萁或者对徐巧芯就可以跟人家讲，我就是这么重要，也就是告诉所有人，刚委员讲的那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你看我不爽，我中间过什么样，摆在一边吧，先对付外侮吧，先稳住这2席吧。这是另外一个，因为尤其对国民党来讲，接下来要面临到，譬如31比好看起来可能会是0，那当然也不见得一定30，因为还有补件的一些的问题。好，如果就算这样，最起码20几席吧，对国民党来讲，一定全部热战啊！热战打完，他们也知道哪些地方可能危险度比较低，哪些比较高，那一定是全力守这些啦。对，我们从这个战术基本这个技术面来看的话啦，其实因为大罢免这一次最大的特色是联动，各个选区之间会联动，所以其实现在蓝跟绿都在看4个字叫外溢效应。绿要看什么外溢效应？当然是仇恨值的外溢嘛。所以为什么之前有罢免罗志强就是罢免傅昆萁，罢免王宏维就是罢免傅昆萁，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傅昆萁。傅昆萁外溢效应太大了。当时大家还觉得说在花莲后山可能搬不动他，但是他的外溢效应如果到了罗廷伟的选区，到了涂全集，
哦，同样是后山，黄建斌如何受到傅昆萁的外溢效应影响嘛？绿营在看的是这个嘛？所以你说为什么台北市会说5个蓝委竟然都过2阶？当然感谢徐巧芯的外溢效应啊，就是因为他一开始喊什么，你霸我1个，我霸你5个，你看，在这个之外，外溢效应甚至到了这个霸双5，现在拖垮国民党最重要的也是从徐巧芯开始，这个以霸制霸口号喊出来外溢的啊。所以绿的在看这些仇恨值高的蓝委的外溢了。那当然，刚刚讲到蓝军的战术很简单啊，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嘛。所以现在蓝军想要借力使力反打嘛，就说既然你锁定了这几个仇恨值高要打外溢效应，我就告诉你。这是最重要的堡垒，不能被攻破。攻破的话，在野力量就完了。这是现在国民党喊出来的嘛？那国民党这一招，你不能说他不聪明哦，因为这些所谓的堡垒都设定在深蓝选区嘛。所以如果你把战场设定在对自己相对有利的深蓝选区的话，就算其他5-5波的可能掉了1-2个，你最后还是可以自行宣布胜利啊！就说反正这些深蓝选区通通守住，哇，天下太平啊！朱立伦又赢了一次。但是对他现在在朱立伦防线，对，朱立伦最在乎的就是他要赢嘛，做梦。朱立伦不在乎蓝委谁赢谁输啦，朱立伦在乎的是自己要不要赢嘛哈。可我必须讲，国民党的这一种这个策略有点赌啦，因为他等于是把整个党的形象绑在这几个争议蓝委身上，就说这些人在深蓝选区也会被罢，还会过2阶，不就正好代表他们言行确实很争议吗？那假设你又自己自动把他当成你国民党的看板人物，以后大家想到国民党浮起来那张脸，傅昆萁哦；想到国民党浮起来那张脸，徐巧芯哦。当你用这一种问政他的品质非常争议的人做你的门面的时候，你一方面你是想把希望都放在深蓝选区，然后喊出这个最重要堡垒的这个外溢效应，没错。可是2方面，如果他们在这1-2个月之内又出包突锤，那你整个党就挂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两面刃啊，国民党把希望压在这几个这个小新啊、王宏维啊、罗志强、这个傅昆萁这上面，其实他必须赌这些人在这几个月之内都很乖，不出错，可是有可能吗？他们靠声量为生的。靠声量为生的很乖不出错，很难想象。尤其立法院又要开会开到7月底，那舞台一直都在哦。你要这些天性就是爱表演的人看着舞台，然后呢不要上去表演，我觉得很困难哦。所以这当然绿营当然也在看啦，但是绿营不会把重兵都布在这几个选区，因为绿营要的其实是其次，所以他一定是要去拉那个5-5波的，希望借着这个一尾效应、外溢效应，把这5-5波的一举拉过去，但。回过头来，现在还是有另外一小撮力量，其实可以注目的啦。就说借由这些蓝委被罢的场次，有人在准备会割到尾，有人要准备要收割最后的成果哦。比如说最近大家在讨论为什么罗志强他开的这个什么反罢免战车不在我大安区，反而到外面去，第一站去徐巧芯什么？其实这个很简单。他先跑深蓝选区，只要这个深蓝选区有守住了，他马上说：“这是你看我罗志强有帮忙。”这个他已经在布蒋万安的下一棒了。因为蒋万安的下一棒罗志强这个台北市几个立委点名也知道嘛。那现在罗志强想说：“那他这个到处先帮巧芯，对不对？下一站再开去中山区帮王宏维，再开去港湖帮李彦秀。未来我就是大家的大哥，对不对？如果你们没被罢掉，你们都要感谢我。万一你们被罢掉，那都是赖清德的问题。”只要这个深蓝选区有守住了，他马上说：“这是你看我罗志强有帮忙。”这个他已经在布蒋万安的下一棒了。因为蒋万安的下一棒罗志强这个台北市几个立委点名也知道嘛。那现在罗志强想说：“那他这个到处先帮巧芯，对不对？下一站再开去中山区帮王宏维，再开去港湖帮李彦秀。未来我就是大家的大哥，对不对？如果你们没被罢掉，你们都要感谢我。万一你们被罢掉，那都是赖清德的问题。”这个他有一次傅昆萁有一次跟那个罗志强说：“
我是他大哥，罗志强说啊，是他是我大哥。哦，那上面大哥，所以他上面还有一个大哥。对啊，没被爆料的感谢我嘛。那我在后续的蒋万安的下一棒的竞争当中，我自然取得领先嘛。那被罢掉也很简单啊，都怪民进党打压，都是民进党破坏这个在野的力量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说，为什么黄国昌明明这局大罢免跟民众党是无关的，但是他要积极的，又要跑去罢免吴思瑶，又要帮蓝委站台，因为这对于黄国昌来讲也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如果他没被罢掉，那你们通通都要感谢我来帮过你。那如果你被罢掉，对不起，我真的已经帮过你了。未来怎么样呢？蓝军要依靠我黄国昌啊。因为徐小新被罢了，罗志强被罢了，只剩我黄国昌一个人在立法院里面对抗万恶的民进党啊，所以在这个对嘛，这个他算盘嘛，我们就这个算盘很清楚啦，所以在这个局里面呢，其实国民党他就是前有狼后有虎后面还有人虎视眈眈的，为了要割他那个所剩不多的稻尾。不过委员对你们来讲的话，跟白银的合作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最近其实罢免大概如果到3阶投票的话，不管你说是在7月的下旬，还是要到8月，那算一算都还有将近2个月，1个多月快2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中间的一些议题发酵，譬如说前几天的那个监察院秘书长就是那个公务车的那些事情，然后包括内政部不讲说中正路要改名的那些事情，会对你们来讲的话，这些议题的这些是不是会让你们找到一些蓝军的支持的回流？首先先讨论跟民众党的合作哦。现在跟民众党合作，蛮多绿营朋友在见缝插针啊，就是说我怕被国民党被民众党吃掉干嘛的。我当然觉得不同政党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确是不同政党哦。那现在的合作是，我觉得大势所趋。尤其是在这个反罢免投票的时候，其实票票必争啊。所以票必争愿意来跟我们在同一阵线的，那基本上现在都是朋友。那当然这个朋友也不是，也总有一天会分道扬镳。但我当然希望朋友可以可长可久啊。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默契，包含在之前的确在立法院的法案很多合作上，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合作的嘛。那如果能这样合作的默契一直延续到2026，甚至到2028。我个人当然乐观其成，但可不可以这样？老实讲，我不知道哦。那当然，回到这个所谓的现在的很多的议题上，现在这些议题上，其实我觉得它反而是要让这个国民党党中央要带起空战，因为现在各自的立委疲于奔命回到地方，每个人都在这个市场扫街拜票啊，然后这边接讲或办这个政见说明会等等哦。老实讲，这个影响。要出去做，但影响有限。那整体大风向的这样子一个所谓的空战该怎么打哦？其实回到譬如说像中正路这一题，这其实的确蓝营很多支持有感，认为说，民进党说国家没钱，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当然内政部有释放说没钱也要做转型正义的问题嘛。但的确以目前民进党跟大家讲的是，我真的没钱了，连卫生纸都没了，这么窘况的情况之下。你的转型正义或者你中正路改名，是不是现在真的必要在这个时候做？大家是会有问号的。那也因为大家觉得是不是都是一次的所谓政治意识形态的操作？所以回到整个，包含像地方的，比如卢秀燕、蒋万安都有讲，但这个还不够啊，还是应该回到整个大风向的，譬如说大规模的空战。它的彼此之间该怎么样去交锋，该怎么去对垒然后进而去影响到我们支持者愿不愿意出来继续支持国民党，这样才可以反馈回来，去保住我们现在有的国民党立委。委员，你刚才讲到，因为党中央应该要带领空战这样的一个风潮，因为对各个立委来讲的话，光忙地方都忙不完。对啊，以前面这一段期间党中央的表现，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加把劲？我觉得前面党中央花了很多时间在办所谓地方的政见说明会。但是老实讲，地方该回防、该固装的，其实是各个立委他们该去做的事情。那党中央真的要花多一点时间在空战。那你说他有能力，我当然相信他们有能力。包含他们现在比较静下来去思考说，这个因为老实讲，空战打得好，让整个这个态势把它导向国民党这边，对党中央持续巩固他的所谓领导核心，我觉得就相得益彰啊。委员，你刚才讲到，因为党中央应该要带领空战这样的一个风潮，因为对各个立委来讲的话，光忙地方都忙不完。对啊，以前面这一段期间党中央的表现，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加把劲？我觉得前面党中央花了很多时间在办所谓地方的政见说明会。
但是老实讲，地方该回防、该固装的，其实是各个立委他们该去做的事情。那党中央真的要花多一点时间在空难。那你说他有没有能力？我当然相信他们有能力，包含他们现在比较静下来去思考说，这个因为老实讲，空战打得好，让整个这个态势把它导向国民党这边，对党中央持续巩固他的所谓领导核心，我觉得就相得益彰啊。这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啊。所以他们当然应该去多花点力气去思考这个，包含下面的立委的群体战以及议员跟党职公职民代，大家去打个群体战，这才可以去带风向。如果让各自都在每个议题里面发生，一天或一个上午新闻就没了，那这样子其实对于这个传播效力也没有意义啊。我个人认为说，刚才委员所讲的民进党见缝插针，其实与其说我们见缝插针，我举个例了，陈辉文、黄智贤是民进党嘛，他们从头到尾都是支持蓝的，他们也都看得出来黄国昌他的野心跟他未来想要做的一个方向，他现在在争取筹码，这个筹码未来当然就是可以谈判2026、2028，甚至于补选他都可以谈判。你不跟我合或不让几席给我，那原则上黄国昌的立场。第二个，连钟小平都看出来，他今天将了一个黄国昌一军6000份，当时候林昶佐他就拿得出来，这无非是要提醒国民党。我是个人认为，这个爆破是在提醒国民党不要被黄国昌骗了。所以你一直在说民进党见缝插针，我个人认为啦，这个部分可能我们也不希望民进党一党独大，还是要有政党平衡嘛。那这个部分我倒觉得委员应该是可以听得下去。其实黄智贤、陈慧文从头骂到尾，这个东西他是骂给你们不长进，他认为国民党不长进，要骂给你们自己人听的，并不是我们骂的。那至于说刚才讲到罗智强的问题，我应该提醒一个问题：罗智强今天跨区来到松信区，他无非是希望借由徐巧芯的仇恨值，那有一些支持徐巧芯的，在大安区这些深蓝的人可以出来支持，针对蓝绿对决出来支持投票。我觉得罗智强是用心良苦，但是这个部分还是私心为重。我也要回应吗？没有，我老实讲，我觉得上一次总统大选蓝白合作是一种可能策略的结盟，为了赢得大选那时候我是不支持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同政党但以回到现在而言，基本上面对国民党已经是危机存亡之秋了啦。你不合作，大概就朝向一个灭团，可能团灭的一个方向走。那如果连自己都没办法保下来的话，那更遑论未来该怎么走。所以老实讲，我觉得以现在而言，先把自己保下来，所以现在才会说蓝白合作是现在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来130秒。那个国民党一直有蓝白合的迷思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这次的罢免叫做校正回归。过去柯文哲拿到25%的选票，现在民众党只剩下10%，所以很多当初因为柯文哲投给这些立委的，现在到底会不会支持这些国民党的立委打一个问号。另外可以从民众党的支持者，民众党支持者其实他们不喜欢民进党，但是讨厌国民党，所以民众党的不同意票的投票比例是只有达到30%这是国民党领导自己说的。另外我要讲，以政党发展来讲，民众党的发展在第3阶支持你国民党有利，还是第4阶我在跟你谈判所谓的席次的分配是我有利的。第3阶我现在支持你，你没有被罢掉，我到底可以得到什么？但是如果国民党的立委被罢掉，第4阶我就可以跟国民党来谈判哪些席次是我民众党会下去选的，这些时候我才会去谈蓝白合，这对民众党来讲才是最大的利益。在未来今天已经是礼拜2了，那对国民党要罢掉民进党委员这个时间来看的话，一路往下走，8双5。6月7号就在礼拜6，最后呢，先的牌到底会怎么样？对国民党面临到罢免的未来，大家在各自的战略上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的面，我们明天见，拜拜。